昨天这个蓝营包括白营的这个15个县市长，昨天下午那说他们呢要中央这个对补助款要小心，不要乱搞不要比以前少而且呢公示要合理，要公开透明。那卢秀燕说呢，希望赖清德放下屠刀，大家一起努力。说呢，你现在用补助款修理地方，你是不道德的，不可以这样子那怎么回答？说屠刀不在我手上，在你们手上。我觉得屠刀，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有屠刀吗？我没有啊。说呢，希望各县市理性讨论。这个礼拜六下午他要找他们去了，分2批。这礼拜六找这个县市长分2批找他们去那另外呢，赖清德说是蓝白强推修法铸成大错而且不接受行政院的提醒所以你们要搞。问题是蓝白提的案子，你民进党也可以提对案啊，你要协商，你通通不提啊你是什么意思呢？就为了当时推动大罢免啊就是增加一个理由那杨文科这新竹县长当面喊话说修法正确，但是需要公平合理那另外呢，这个冤有头债有主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叫韩莹说呢，罪魁祸首就是蓝白立委那卓荣泰说既然已经发生错误了，所以呢要开诚布公解决。礼拜六邀地方共商这个财划法。侯友宜说，你先把分配原则提出来，才能聚焦嘛。你要我们去干嘛呢？你分配原则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去讨论什么东西呢？我们看一下。去年在野党所主导的财划法修法之所以铸成大错，一方面是因为蓝营的县市首长有地方包围中央的心态，都是蓝白的错，因为财划法统筹分配款分母写错，造成很多县市哀嚎，拿的钱比去年还少。再加上国会在野党过半，完全不接受行政院的提醒，也拒绝了行政院所提出的复议案。会这么呛，就是因为周三台中市长卢秀燕率领蓝白县市15位首长合体向中央讨钱，赖总统就拿卢秀燕和蒋万安的话来回呛。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要放下屠刀，屠刀一直都不在民进党的手上。那卓荣泰院长在礼拜六将分批约见所有的县市长。有收到政院邀请了吗？谢谢，小心小心。屠刀一直握在赖总统领导的中央政府手中，从违法统删一般性补助、删减照顾弱势及捷运建设等补助，地方政府早就被一刀刀凌迟。这才是地方不得不包围中央的原因。中央地方杠上，其中一大争议就是因为本岛19县市统筹分配税款，应该以19县市总和作为分母，但条文却写全国22县市，硬把离岛3县也算进去，使得分母被放大，平均分下来，各县市实际拿到的钱就变少。绿营也批评太荒唐，政院还没会商讨论解方，中央地方已经闹僵。那洪伟，这个赖清德说要休养生息他一点都没有在休养生息，继续的造谣。今天行政院不是通过了这个任性的特别预算，其中有个普发现金1万元，记不记得当时是怎么骂普发现金1万元的？这个卓荣泰说这个对国家也没有好处啦，什么样说你们这个根本穷台配合中共在搞穷台，把台湾卖给中共可是今天呢，讲普发现金1万块，讲什么呢？这个呢是照顾民生，照顾弱势。所以你之前对普发现金1万元在造谣嘛，现在终于承认普发现金1万块钱是正确的。好，现在再来造谣财划法，说这个财划法蓝白乱修所以呢，现在这个地方的财政问题全部都是新版的财划法造成的甚至还做一些这个降制图款还把我的那个照片说我那时候说 yes 然后说哎呀多少多少，哎呦你王伟还很开心，我告诉你我很开心，我到现在都很开心。我新版财划法台北市的统筹款因为这样增加442亿，请问一下我为什么不开心？我太开心啦。那另外所有的县市22个县市，包含直辖市和一般的县市，除了连江县，就马祖之外，所有的县市通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说财划法他要来提复议，他财划法要来释宪，因为呢，从中央挖走多少钱呢？4100亿。好，就说明年的
地方的统筹款，然后比今年地方政府多出4100亿，我们财划法修得很好，修得很棒。但是他现在为什么要这样造谣呢？因为现在地方政府不是说地方要包围中央，说你这个不要随便看我们的补助款，你知道他在鱼目混珠。让我花一点时间，其实中央对地方相关的补助，好，跟它的资金好的来源，统筹款就是财划法，好，这个是大宗啊，明年可以达到8000多亿啊。那另外一个呢，叫做一般补助款，就是我们前阵在追加预算在炒的一般补助款，以今年来讲，2501亿，2501亿，这一般补助款呢，也是用公式算出来，然后我就框列给各县市。那各县市呢，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用这个一般补助款啊。比如说我以台北市啊，我们的财政比较好，那我们就是用在营养午餐上面。那有一些县市呢，我照顾这个老人，照顾小孩，基本上呢，这一般补助款就是框列一个金额，就给你地方县市。我们财划法也是要求你一般补助款不能减少哦，这也是入法里面，就是因为怎么担心呢？你左口袋增加了，我右口袋就给你把钱拿走。那结果呢？现在呢，中央很贼，他们就是一再搞小动作。他说你一般补助款是不是？那这样好了，你们现在全部改成呢，一个一个来跟我申请，我要一个一个来审核。好，你看这是不是就黑箱作业了？那你是民进党执政的，我多给你一点。你是国民党执政的，我就少给你一点。所以卢秀燕这全部的县市首长出来开记者会，就是在讲一般补助款。好，另外还有一项叫做什么呢？计划型补助款。什么叫计划型补助款？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政府他要这个盖地铁了啊，比如他要盖捷运，很多政府没有那么多钱，所以请中央来做补助。他可能对这个台北市说你钱比较多一点啊，我补助少一点，我补助你50%啊。可能对其他的县市，高雄啊，我补助你90%。结果呢，他把这一次的计划型的补助款最高的补助上限由90%降到50%，他这样一下子。地方就吓到，那以后地方比如说他要盖一个这个运动中心也好啦，他要盖一个棒球场也好啦，会一个焚化炉也好，这种都是计划型补助款，就要求中央补助。以前可以补助90%的，他现在说我最多是给你50%。所以刚刚我就讲，他认为你统筹款增加了，你新版财划增加了，是不是？我就在你其他的部分把你的钱全部收回来。事实上。现在地方所谓地方包围中央，就是在补助款的部分。可是他现在故意讲财划法啊，财划法是谁搞的？就是你们蓝白搞的啊，你们在野党搞的，然后去做降制图卡，所以屠刀去杀地方的补助款，那个屠刀一直都在中央的手上。而且这正是今天赖清德露出狐狸尾巴。这几天你可以看到所有绿营的媒体、绿营的名嘴、绿营的这个网络。好，跟所有的图卡全部都在做这个财划法乱修，真的就是来自于中央出法，而且来自于你赖清德的授意，所以屠刀一直在你赖清德的手上。这两位是这个有关于这次谈的这个财划法统筹分配款的问题啊，那现在民进党政府一直就在批评说，哎呀，都是你们蓝白啊，修法修得很快啊，然后当时的条文都没有写好啊，然后所以呢才搞到就是说现在的计算公式发生问题哦。我要讲的就是说，的确可能那个条文有一点点的小瑕疵，没有那么写那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财划法当时修法的第16条之一里面，其实它是有一个大原则。之后呢，才在讲说，我每一个在这个大原则下面，我要去怎么样去做各个不同的这个分配。所以在大原则里面，其实他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一些钱，我90%的钱，我是要给各个县市，包含直辖市，但是不含离岛。那他在他的子原则里面，可能就没有写到说你的这个分母是不含离岛。但是我们讲呢，你回到那个大前提，一开始他就讲说，我这些90.5%的这个分配款，我就是不含离岛的县市。所以那想当然尔，在计算分母的时候，当然也要把那个3个离岛县市给扣除。那同理，在给予离岛县市的补助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么它5%的部分应该是给离岛县
县市哦，那他有讲说是不含哦那些其他直辖县市，所以如果说从整个的法条的立法精神来讲，其实财政部他也可以很清楚知道，就是应该要回到那个扣除掉不同的分母，然后去做计算，也就不会今天出现说，哎，怎么有多了一个345亿，然后却无法分配的这个状况。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说这个财政部现在的赖政府，他其实呢，他就是故意要在这个条文里面，然后故意找到一个就是有利于他们的说法，然后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说你们当时蓝白修法的时候啊，都这么匆匆忙忙，然后都不仔细，那么所以以至于发生了这样的计算的这个错误，然后最后还让自己的县市就是很倒霉啊，没有，我还是要重申，对，在新版财划法修正之后，除了马祖。所有的县市全部都增加，因为他们就一直在造谣说有这些县市减少，没有，全部的县市通通增加 ，total 增加4100亿元。所以地方应该很高兴了，不管蓝绿地方应该都很高兴，对，都很高兴，都增加呀。地方建设的社会福利啊，各方面啊，教育啊，什么都可以增加，不是很好吗？休息一下再回来。我看现在只剩下王世坚哦，在逼老柯了哦。王世坚跟柯建铭好话说，倚天剑、屠龙剑都出刀鞘了，出了刀鞘就要见血，出了刀鞘发觉没有见血，还刚刚进，那出了刀鞘干什么呢？以后谁还相信倚天剑、屠龙剑呢？为什么呢？因为柯建铭现在不动如山，看你把我怎样啊！邱玉莹也批评说，柯建铭过去这1年都听不下大家的意见哦。然后呢，说蓝营就酸他，说你助纣为虐还马后炮，放马后炮吗？你过去1年就不讲呢，出来抱怨啊，有抱怨过柯建铭，没有人敢讲，有人敢讲他过吗？哦，所以呢，当时你们不就都大罢免、大成功，不每个立委、民进党立委到台上站喊吗？不是助纣为虐吗？哦，那另外呢，这个邱义仁承认说呢，高雄市的市长选举明年哦，对手的民调是上来的。显然就柯志恩哦，他们有做调查嘛，显然他是比以前高了哈。因为南部民众哦，你看这是河山研议公投，你就知道嘛。众民进党的深绿区都是赞成研议比反对多，所以你的看起来你的这个你的神主牌已经要摔破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就是风灾啊、水灾啊什么，南部很多灾民觉得这个受伤惨重，觉得中央没有关怀他们了。赖清德还说，你们自己爬上去修啊等等啊。后来现在自己上去表演，在这爬3阶，一堆人在簇拥着他，然后上面有7个工人，我看你家什么时候修屋顶有7个工人在上面？好吧，这个民进党2026选对会第一次开会了。邱义仁主张初选提早到农历年前，因为他们初选有时候想搞内部也不合的呢，干脆提早一点嘛。哦，有什么纷争提早来爆发好了，不要搞到后来哈。那现在高雄、台南会办初选了，哦，它什么意思啊？有几类啦，3类。第一类是目前民进党执政的县市，而且呢，连任到第2任期届满就会办初选，就是现任已经2任不能再干了，不能再选了，那就初选吧。第二是民进党执政，但是还没有干满，就是这个时候呢，首长还没有做满2届，也会办理初选啊，有的是这样的。另外呢是非执政县市，不过有的时候他们也说可以协调哦，这个选对会可以征召，可以协调啊。第3类是非执政县市，那中选会经过协调以后，党主席赖清德提名，中执会同意办理征召，就是现在是国民党执政的，反正不是民进党。所以呢，他们讨论以后呢，党主席说征召，我们就征召了哦。那另外呢，这个说现在所以赖清德手握了17县市的提名权，表示什么？表示17县市不是民进党执政哦，或是要协调的，所以蓝白就有15个县市嘛啊。那第一类目前民进党执政的县市，而且连任，这是嘉义、台南、高雄啊。这个县市长连任不连任了，就连任已经满了，就要办理初选。第二类。民进党执政没有做满2届，所以呢任期没有届满，主席提名，授权主席，这是屏东跟澎湖。第3类不是民进党执政的，选对会进行征询协调，然后呢之后呢由
这个中执会同意，但是基本上是赖清德征召，这一大堆，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这都不是民进党执政。我们看一下，倚天剑屠龙刀，不轻易出鞘，要出鞘的时候就要见血。王世坚一贯的大炮性格再度公开喊话党团总召柯建铭。我现在是做决定的时候，不是沟通，他也应该会知所进退。这逼宫声浪还没结束，因为立委邱意莹谈到柯建铭，话说得更直白。常常党团会议里头，我们讨论的一些重点，或者是大家的建议，总召是听不下去的。过去这1年，我们也都是很折磨啦。眼看开日剩下1个礼拜，就怕柯建铭继续留任总召，这寸土不让精神会有未爆弹。10号的中常会，据了解柯建铭未出席，不过党主席赖清德下令首长要站在第一线说明，因此布局2026地方选举脚步没有停。今天有预计要讨论什么吗？首次选对会，许久未公开露面的选对会共同召集人邱义仁面带微笑，不多说。不过在首次的选对会会议提到，希望在年底前完成6都市长提名目标。成员们，大家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共识跟框架再确认清楚。确认22县市分成3种首长提名样态，台南、高雄确定办理初选，在民进党执政县市任期未届满的屏东、澎湖，授权由党主席赖清德提名，而非执政县市则由赖主席进行征询协调，提名后则由中执会同意办理征召。至于在艰困选区的新北采用征召，传出前秘书长林右昌将出席13号的新北座谈。我会努力成为一个最强的候选人。此刻先礼后兵似乎是唯一选项。那委员，这个首先这个柯建铭死都不退哈。那我觉得赖清德他有没有吃软我不知道，他绝对不吃硬。按照他过去从政历程的冲突都是这样子哦。那为什么柯建铭他还持续让他摆在那边动不了他？赖清德真的动不了他？我不认为哦。主要原因是来自于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放炮，除了王世坚跟过去杨耀委员之外，连这个邱意莹都跳出来了。他们党内不是不知道风向的，一定知道风向，就是希望柯建铭下来。那赖清德为什么摆在他那边？很简单一个逻辑啊。赖清德因为这个大罢免之后，嘴巴没有承认败选，但我们的民进党秘书长换了，好，这个他们的内阁也部分改组。那你党团你总该有人负责。柯建铭都说大罢免是他的，你还不负责？那为什么现在不动他？很简单，给人一个形象啊，我赖清德总统我动不了柯建铭，柯建铭有他自主意识。所以大罢免他自动发动的，他把他这个最后这个愿意退下来或愿意坏掉之后，更能负责哦。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柯建铭其实大概总召的位置没人当上干部也很难啊。那另外就是现在在提名民进党内的这个所谓的不管县市首长人选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赖清德巩固权力的过程。现任的民进党执政的高雄跟台南，让他们自己公开的初选，好像让他们很公平，对不对？但所谓公平，林岱华发生这个事情。那个台南市其他力挺他的子弟兵林俊宪，大家都看得出来。那回到非他这个民进党执政县市，让大家好像公平公开的去那个跟赖清德主要去输成啊，因为我握有提名权，所以当然我所有下面不同派系对我有意见的，现在必须臣服于我，必须去找我党主席、找我总赖清德来谈。所以包含接下来的以最指标的新北市来说。苏系的苏巧慧以及郑国会的所谓林右昌，或许林右昌、郑国会不是赖清德的这个原本的派系，但过去是秘书长，然后郑国会跟赖清德也有一定程度的和解了，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其他县市所有派系都必须去找赖清德谈。他就透过人事提名权，持续的巩固他党内的一个权力结构，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说这个有些公平初选机制，然后达成共识，但其实透过选举的方式来让他党内不会因为大罢免失败而造成权力的一个危机哦。蓝轩。我觉得其实赖清德目前的话呢，你看他才刚刚罢免完，他现在就在搞选举这件事情，他确实我认为他是要利用外部危机来弭平内部的争斗，否则的话事实上呢，确实现在都在找战犯嘛啊，他说要找我好了，问题是。就是你啊，但是不是要找你，就是你啊，对啊。但问题是
就是你，那能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个话，坦白讲等于废话啊，就一副好像要做一个很大的担当啊，但事实上一点都没有担当。我觉得他现在在塑造一个气氛，就是第一个，他必须把党内给稳住。那现在党内的话呢，炮声隆隆是一个事实。那事实上呢，对赖清德来说，当你失去了威望之后，整个派系都各自做大，所以呢，某个程度来说，他就是对外用选举的方式以战养和，养内部的和，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事实上他虽然要养和，那等于是让大家都对外哦，都对这个国民党，都对这个民众党。那现在阿贝要出来的也很好，大家就开始去炒这个蓝白合不合啦等等的，就转移内部呢这个大罢免大失败这样的一个颓势。那另一方面，他自己还在继续的巩固权力。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太健忘啊。如果说大家还记得的话，当初蔡英文还在的时候，赖清德要去挑战蔡英文的时候，那时候呢，其实蔡英文他在地方的县政选举当中，他就是采取很多地方都是由他是竞自提名。那时候赖清德出来挑战蔡英文，他说呢，你在没收初选，民进党是一个民主政党，你怎么可以每个地方都是你主席指派呢？结果你看他现在所有的东西只有3个地方要办初选。只有台南、嘉义跟高雄要办初选，其他地方通通都是赖清德来指派，那不一样吗？那你不是也在没收初选吗？你一样希望全力一把抓，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他也只剩下提名权，可以让他去按捺这些相关的派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上他到目前为止，坦白讲，他还是在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权力巩固的动作。只是他这个权力巩固已经不只是在国会是不是权力巩固，在地方没有办法权力巩固，他现在连他自己在党内很可能都没有办法权力巩固。所以我觉得他这段时间在做这样一个铺陈。那至于柯建铭老柯，刚才这个委员讲到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原因之一，就是说我让你看到他老柯，我对他没皮条，所以当初大罢免我也对他没皮条。但坦白讲，我不认为这个样子。你怎么可能一个党主席、一个总统会对于一个总召没有皮条呢？他今天要求你大罢免，你可以不要大罢免啊。你今天是总统啊，你今天是党主席啊，所以我觉得他在玩一种游戏，让你觉得说柯建铭留在那个地方，好像是因为呢柯建铭很执着、很霸道，但是我觉得没这回事哦。那事实上我去问过一些民进党的人，他们讲到说柯建铭他其实不下来这件事情，其实你会发现过去这段时间有人要他下台，但逼宫逼到最后，其实只有新潮流的人联署特别多，其他派系的话呢，都静观其变。为什么？因为当你新潮流都出来的话，他们在讲下一个，如果说是柯建铭下来，谁上去？蔡其昌。那蔡其昌上去，那又是新潮流的天下，那各个派系干嘛要看？又是一个新潮流跟赖清德结盟的一个局面呢？所以呢，干脆也就让这个柯建铭，反正就留在那个地方嘛，再留也不到明年2月1号而已啊。所以我就说，事实上，民进党内它永远就是一个派系斗争非常激烈的。你好的时候呢，叫做派系共治；不好的时候就是派系打混战，打到乱七八糟的。那么有时候甚至内乱延伸到整个国家都跟着你乱。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民进党内派系的状况，其实不能够只看成他自己的家务事，因为民进党经常派系里面乱到最后，就整个的政坛也乱，然后就整个的国家也乱。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赖清德就勉强的看得出来，他似乎在想办法要去巩固他在党内的这个的权力吧但是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认为他的大权一把抓住提名权是他目前所要的，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立法院里面持续的要接受老柯这个老还单，而且整个的大罢免，坦白讲，不只是民进党要找战犯，你说我们的国家不需要你赖清德给一个交代嘛？是谁要该负起责任？整个停摆几乎是停摆半年多1年的时间了。坦白讲，那不是赖清德是谁呢？看起来民进党真的很像共产党。你知道，这共产党很重要一个就是不断斗争论。是啊，他们不断斗争论，正反合嘛，不断斗。所以毛泽东讲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民进党这样斗来斗去。可是问题是，他只要自己稳坐江山就好啊。他不能，他只要打出抗中保台，虽然慢慢递减，但他就那30-40%的票。他怎么斗，他那个选民就是在摆在那个地方。休息一下再回来。